这就是我心腹找到的地址，是老包给他小三儿买的房子。这地段，这环境，没个2、3千万是下不来的。包家家大业大，家大业大也是我们俩一起拼下来的，再少的钱也是我一点一点攒下来的。他这儿挪走2、3千万，那儿挪走2、3千万，得挖走多少我儿子的江山呢？我就说，不会没有破绽的。你力度再大一些，一定要查到他自乱阵营，要把这个人查出来，不然绝不罢休。安迪，传授你一招，你还年轻，管住男人的钱包，他就不会出什么幺蛾子。与其让自己气疯气死，不如让男人急死急疯。做女人一定要想得清楚。太对男人好的女人，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就像我，他出来了。他一会儿准去我入住的酒店入住，再假惺惺的用房间里的座机给我打个电话报平安。多没意思的一家人呢，你算我，我算你的。安迪，你也看到了，夫妻不同心，就是这样的惨状。我知道你和我们家的包包是一心的，你们感情非常好。你们年轻人不要因为一点的矛盾就分手翻脸的，到了我这个年龄才懂得爱情有多么的宝贵。一旦失去了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我们家包包啊，特别的纯情，不知道怎么跟女孩子相处，但是她对你是一心的。你包容她一点点的粗心，她会10倍、100倍的回报你。谢谢您。我送您回酒店吧。好吧，辛苦你一整天了，都不知道怎么好好的谢谢你才好。刚才给你买衣服，你又不肯接受。待会儿你就送我到酒店的路口就回去吧。老包是个老狐狸，也许酒店的招待告诉他我已经入住了这个酒店，他一定会在门口埋伏，看看是我的哪个朋友在帮我。您系好安全带。哦，走吧。小包总，包太太带人去了岱山县，打算亲自调查。我这边真是拦不住，只能通知你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啊。这不瞎了吗？昨天晚上我和老沈对的口径，通通都白费了。我早知道他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，但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。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酒会是去不成了。我去找你爸爸，让他来管管你妈妈。没用，我和我爸都掰扯不过嘛。那我们就分手。不分。只有我们没有关系了，他才会觉得查这件事情毫无意义。不分。给他打电话。两只手一旦分开了，就真变成勇敢了。那我打。干嘛总说分手呢？
你不觉得每次说这很伤人心吗？你知道我不是想真的跟你分手，可我们之间一直夹着你妈妈，而且她在无休止的挑战我的底线。秀媛院长，一个40、50岁的女人，看上去挺富贵的，她带着好几个人过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心要调查小明的事儿。我当然怕给你们惹麻烦，所以我什么也没有说。他们从我这儿没得到什么消息，所以也就不走，说什么今天要在这儿歇一晚上，明天要去小明爸爸那儿。他们怎么会知道地址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有人在帮着调查，就连小明在上海都知道。现在正在查小明在上海的哪家医院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安迪。我知道你也挺不容易的，但是你一定要照顾好小明啊。他不能受太多的刺激，他跟你不一样。你看这么多人去找他，别说做点什么，就是吓都会把他给吓个半死。你放心吧。小明是我弟弟，我会保护好他，不让任何人伤害他。我知道查我的人是谁，我会处理。我去给我妈打个电话。鲍一凡，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件事情。包太太您好，我是 Andy。我现在跟包一凡在一起，我知道你已经去了岱山。啊，安迪，你好，你这么快就知道了？朋友说呀，这岱山很美，非要拉着我在这儿住几天，我就跟他们过来了。哎，安迪，听说你的老家也是岱山的，太巧了，真是太巧了。何必掩饰呢？直说吧。我知道前段时间您找了个金融高手帮您打理资产，不但做加了杠杆的期货，还选择了更快捷的炒单服务。你调查我？我不用调查你。你说服我帮你做海外资产的时候，单据都给我看过。我也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你，我在海外的基金产业并没有随着我回国而结束。我想围着阻击你，太容易了。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半，美国市场很快就要开，欧洲市场也正热闹。如果你和你的人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钟还不离开岱山的话，我开始做你的对家，你做多我做空，你做空我做多，你不用关心我会不会自己亏钱，我宁可自损1000，换你800。炒单加杠杆，真的太容易亏了。我可以保证让你在第1个小时之内亏掉1000万，第2个小时2000万，第3个小时4000万递增。如果你一天不离开岱山，我不光让你亏掉账面上所有的钱，我还可以加大杠杆，让你倒贴至破产。从现在开始计时，以你每个小时打给我当地的座机号码为准。就这样。喂，疯了，简直是疯了！阿明，我不需要跟你妈妈讨价还价，鱼死网破，谁不会？何必呢？我像是风箱里的老鼠，两头烧气。我现在开始操作了，你是回避，还是在这看着？随你。Hello， 安迪啊，
我是包一凡他爸爸。对不起，包总，我并非有意。对于包氏的损失，我只能说抱歉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你怎么会？我非常的不愿意包太太一再的干扰我的生活。起初她以为我是魏国强的情人，跑到我工作的地方大闹，然后她不顾我的个人名誉，在这个圈子里胡乱打听。接着她又想利用我和魏国强的关系，完全不顾我的个人感受。我提出过抗议，但是没有结果。她现在带了一堆人到我的老家，要挖地3尺的调查我。我不管她跟包一凡是任何的关系，我不认为她有这个权利，她必须马上终止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我只能说很抱歉，我暂时没有别的办法。看来这个电话我应该早点打给你的，啊？我太太那个脾气我知道啊，掌控欲大，做事呢又随心所欲，从来不给别人留空间。这件事情，伯父支持你，啊？但前提是，你不能让我造成很大的伤害啊，好吗？现在精神怎么样啊？现在才刚刚开盘，还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。不过最后的结果，要看您太太回家的时间了。哎呦，这开工已没有回头箭了。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？我有个请求啊，你看能不能这样子？就是你在动手之前呢，能不能打个电话给我，让我知道我的钱要被割肉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能答应你。对您太太不玩真的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今天我会撑到最后，哪怕是通宵，我也要看到她回到家。唉，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再怎么劝你也没用了。只不过呢，这为了你着想，我也为了我自己着想呢。我这边我有一个很笨的主意，啊，您听听看，好吧？那比方说呢，你已经知道我太太已经走出4个小时的路程，那你就可以关掉手机，休息3个小时。而这个期间呢，我会帮你盯着，反正他3个小时也回不到原点，也变不出幺蛾子。等你养足了精神，啊，你再继续盯着，啊，汇报行程，2不耽误，怎么样？您的建议我会考虑的。那有缘的话，以后还是一家人啊，需要共同面对类似的问题，还会出现的。伯父这方面的经验是比你充足了一些啊。那个安迪，手下留情。虽然包子不一定理解，但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好，那就这样了。你忙你的。喂，你好，包太太在吗？她现在休克了，正在医院抢救呢。你是哪位？出什么事了？你是谁？是不是逼我们回去的女人？我是。快起来！你妈妈住院了。你妈妈住院了。我妈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给你妈打电话，一个男人接的，说她是休克，然后现在在医院。
喂，我妈怎么了？小豹总，你可来电话了。刚才你一直关机，我们之前不是在往家里赶吗？你妈好好在后座休息，结果你爸来电话了，2个人断断续续吵了有1个小时，吵得特别的凶，说什么期货大亏本啊，都是你妈害的呀，还逼着他让出财权。你妈一口气没上来，倒了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呢。行，等会儿，我马上过去。你妈怎么样？我爸一直在抱怨我妈期货大亏本，直到现在都亏。不可能啊！我昨天晚上就停止了，我电脑都关了，你爸知道的。我爸是不是跟你说把手机关了，休息3个小时？对啊，他跟我说他来搞定你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也这么跟我说。哇，到底怎么了？包子，到底怎么了？现在已经很清楚了，是我爸，他在利用你打时间差，让所有人都觉得，表面上好像是你在操控，但实际上是他在背后操控，然后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给我妈，直到把他逼到住院。他用这种方式是想让我妈下台。啊，这一家人到底都怎么了？我送你去医院。小包总，我妈怎么样了？这边。安迪，来，你过来，我们3个把这个后续问题商量一下吧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我想就今天的事情，我们3个统一一下口径，免得这事情传出去之后传歪了，对安迪的名声不好。王立晓，好，那既然你那么想的话，安迪，你留在这儿啊。来，我们把这正事谈一谈，过来。我妈现在还在抢救，能不能醒，什么时候能醒还不知道。您选择在这个时候封锁财务，整顿集团。您生病的时候，我妈怎么照顾你的？咱能不能讲点良心啊？我以为咱们俩有默契啊，要不然你也不可能要把你妈送出国治疗。要架空你妈，现在是最好时机。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后悔的事儿。
你明知道我妈心脏有毛病，你还故意刺激她。我妈要是有生3长2短的，咱俩谁也别想好过。儿子，你跟我咱们俩没有矛盾的。这次我原本只是想借安迪这个事情，对你妈施压，把这个财务权给夺回来。但我没想到你妈突然犯病，发生意外，那刚好，我就趁这个事整顿一下公司，把你妈安排在公司的那些人跟势力，我全部罢黜。那之后呢，我会把公司所有的财产转到你的名下，由你自己去打拼。啊，我只拿走1亿人民币和2栋房子，我去过我自己清静自由的日子。你想过清静的日子啊？事儿搞这么大，你想撇清楚了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妈要是有个3长2短的，咱俩谁也别想好过。随便你，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啊！所有事情后果我都想清楚了。老三，哎，包总，冻结公司银行账户，只进不出，具体转移事宜得专心说，再做操作。包总，包总啊，包总，包总，包总啊！